为啥现在好多年轻人宁愿闲着也不愿意进厂呢？现在进厂哪是跟资本家打交道啊？人家正经资本家要的是效益，你把该干的活干好干完就行。对员工的态度呢，也跟正常老板一样，讲点规矩。可现在不少工厂的老板呢，倒是像封建的时候地主老财一样，感觉员工一进来就签了卖身契，不管你平时干活多给你，给厂子带来多少的一个好处，反正就是一个道理，不能让你闲着。年年攒钱，年年花光，年年从零开始，这个死循环真的拖垮无数的普通人。年过完了，你现在打开手机看看你的余额，是不是又回到了解放前了？更惨的是有些兄弟不光花光了积蓄，过年还借了债，这就是给自己挖坑嘛。找不到工作跟你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，也不是因为别人能力有多强，单纯就是因为你不能忍。为什么有很多人的工作能一直做下去？因为5000的岗位他们3000就能干，月休2天，节假日加班也是不要加班费的。有班上是真的，但绝对不是什么好班，因为现在的企业要的是牛马是奴才，唯独不是人。今年失业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们厂也在准备裁员了。我就想问你一句啊，如果哪天你被裁掉了，断了收入，你还有退路吗？还有人可以依靠吗？爆弹报道，撑无可撑，逃无可逃啊！太崩溃了，这3月惨不忍睹。你们问到底有多惨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往年10年，前面10年报的单没有这一个3月报的多啊。这3月过完了呀，今年的生意就怎么一开年就这么难？明明就是开春了嘛，本来想着应该旺季应该到了吧，那怎么现在的顾客压根换季都不带买衣服了？今天是爱龙抬头哦，老伙计，你看这生意比去年差多了，去年都排队2点钟了才剪了10个头发，去年的话到现在已经剪了30-40个了。你问我为什么还没倒闭？我不请员工，保洁是我，进货是我，标花是我，打包是我，收银也是我。不放假，不过节，不社交，没朋友，没爱好，不走亲戚，我还不泡妞。写文案是我，拍照是我，P 图是我，剪辑依然还是我。你拿什么活去？说实话，有想过今年的春季不好，但没有想过这么不好。从上游到下游，可以用一个字形容：惨。没有最惨，只有更惨。很多人扛过了去年的冬天，却倒在了今年的开春，而且这种现象绝不在少数。这位从事服装行业的博主直言，今年中国整个大环境比预期更为严峻。2026年，大多数的人口袋里都没钱，消费者比想象中更穷，各行各业想要赚钱，却比想象中更为艰难。而且今年的倒闭率、失业率绝对是近年最高的一年。也有人无奈地说，现在没工作的人不好过，有工作的人也不好过。现在已经不是躺平不躺平的问题了，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岗位的问题了。AI 这波冲击越来越激烈，现在工作机会说没有就没有，不是大家不想上班，是想上班但没有地方去。有人说天天加班，加到半夜，工资还降了；有人说被边缘化了，开会也不叫他；有人说领导天天情绪勒索，精神打压，他做也不是，不做也不是。还有人说明天就要被约谈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走了呢，怕找不到工作；留下嘛，又天天的内耗；失业呢，就更别提了。刚毕业的找工作，对方说没经验不要，有经验的就说你年龄大也不要。那35岁呢，正当年，要经验有经验，要技术有技术，结果投了几个月简历，几百份简历出去，石沉大海。连应聘保安都要35岁以下，根本没地方说理。35岁正是能扛事能出活的时候，这批人要是都废了，这个社会靠谁撑的？正在上班的还是正在找工作的，大家都不容易啊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小小东家菜市场啊，干货花手啥都有，小盒子、大盒子都有呢啊。兄弟们，我错了啊！我经常劝送外卖的兄弟出来摆摊或创业，但是现在摆摊太难了啊！我早上3点半起来的。但是我竟然不是第一个到这儿的，那边有2份出摊的，有多卷你知道吗？各行各业都挣不着钱了，哎呀，太难了，都看不到人，生意也太难了。兄弟们，我可能活不下去了。老板说你不用你了。我说为啥呀？他说昨天和你一起搭档的不要你了，嫌我没劲儿。这么多活，这么多家没有我能干活的地方，就这种工作我感觉我也可以干呢，我也可以干，但是现在这种工作我也干不了，没人要你。太难了，居然没人吃，没人消费。大家都不吃不喝了吗？出摊快1个小时了，一个消费的人都没有，给我惊呆了。你们现在这么节约的吗？节约到连早餐都省了。我一个做早餐的现在都这么难，做正餐的这些同行们，你们是怎么熬的呀？天哪，冷冷清清啊！
4月1号晚上6点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6点了，一个人也没有，抓春吧咱，这生意没法弄了。就算冒着被限流的风险，今天也要把实话说出来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发现啊？一旦一件事情舆论起来了，主流媒体就好像集体沉默了。等到下一个热点盖过这个热点的时候，好像就完事大吉了。无限农民工资不报道，工厂裁员不赔偿也不报道，工厂加班超时的不报道，专家号收1000多也不报道，鱼城市红包也不报道，年轻人骗去缅甸、柬埔寨的不报道，都是报道那些不痛不痒、无关紧要的东西。报道那些有什么用？把真正报道的报出来，才是你们应尽的责任。大家说对吗？有关部门那当然就是有关部门了，无关的就不能称为是有关部门，所以我建议你还得去找他们去问。下一个问题，动不动就封杀禁言，认为这样才是爱国？难道只说好的就是爱国吗？说不好的就不爱国了吗？恰恰相反，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，人民作为国家的股东，有权利基于事实发表观点，无论是好是坏，只要它是真实的，就是爱国的表现。这位博主认为，为了个人利益撒谎，只宣扬片面的信息行为，这是真正损害国家的行为。所以，爱国的本质就是说真话。有些人动辄给他人扣帽子，说这是不爱国的行为，其实本质却是在分化国家，剥夺人民说话的权利。普通人的爱国方式很朴素，爱国也不是宏大叙事。普通人爱护家人，帮助他人，关注身边可触及的人和事，这就是真实的爱国表现。爱国不是空谈口号，也不是片面的报喜不报忧，而是基于事实，对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坦诚相待。因为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，有权利也有责任去关注、去说真实的国家情况。那些真正的热爱，藏在对事实的尊重，藏在对身边人和事的关怀中，更藏在每一个普通人脚踏实地的生活和思考里。愿中国人都能远离这空洞的道德绑架，以真诚的底色去理解、去践行自己的这份爱。你看这些有什么用？在学校优秀关毕业后啥事儿？当年在学校以优秀毕业生毕业又如何？得到国家励志奖学金又如何？多次获得优秀班干优秀学生又如何？多次参加国赛、省赛、学校赛事，多次获得奖项又如何？毕业后照样混成养生型的打工人。天，200多块钱。我看你今年没多大，今年63，我大学刚毕业。哦，你是大学生啊？是的。那为啥会选择来工地啊？找不着好工作，现在没办法，挣钱最重要嘛。帅哥，你是什么大学毕业啊？搁徐州矿业大学。那你这还在211嘞？211算啥？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的，咱没啥背景，也只能说找个班先上了。现在的大学生找工作到底难到什么程度了？我2个弟弟刚来深圳实习，他们是今年26年的应届毕业生，上周周日到的，我连夜给他们整理了200多家公司，让他们挨着官网投简历，投了4天，10几家刚出过初筛，每天面试2、3家。听完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回家等通知，但我觉得到最后大家都是已读不回。我真的忍不住想问，这个世道是怎么了？我20年毕业之后，一个人从贵州老家跨越1200公里来到深圳打工，找工作也就只用了4、5天的，才过去4、5年、5、6年，怎么就变成这样子了？老天爷呀，2026年是马年，我希望是你放我一马，而不是他妈放马过来，行不行？有没有感觉今年找工作实在是太难了？现在招聘市场的环境太乱 ，boss 直聘主流了吧，吃相越来越难看。为什么感觉今年工作岗位特别少？因为他开始收费了，他开始割企业的韭菜了，免费的功能越来越少。我们这些打工的这些人，企业去看打工的简历，免费的，沟通次数也是免费的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要收费了，刷新岗位、精准推荐、热门岗位，你恨不得招一文员、招一助理，恨不得招一保洁都要单独加钱。你不加钱，那个岗位就推不出来，你就刷不到。然后查看求职者的联系方式也要充钱，企业不充钱怎么着？你发布的这个岗位就沉底了啊！那现在大多数的企业都是节能增效，岗位缩减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岗位少，钱少，事儿多。现在年轻人求职者也不傻，我一看钱少事儿多的，那我干嘛？我就为了搞钱来的。那最后求职市场现在完全一片冷暴力。我他妈这辈子就是捡平的，我都不回学校上班了。不是挣钱少，不是没地位。我08年当老师的第1个学期，第一次和领导吃饭，领导呢让旁边那个老师喝酒，那老师说：“哎，那个能喝，年轻。”最多的一次从当天下午5、6点钟喝到就是晚上11、12点，就干了我3斤白酒。说句良心话，从上到下啊，根本没有想教育你的孩子。我已经来到这个城市1周了，房子都租了，然后到现在工作都没找到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感觉生活好无力啊！大家工作都哪里找的？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吗？
刚才在楼下跟一个捡垃圾的大娘俺俩唠会嗑，大娘说现在这年轻人是真难呐。我说大娘你可哪能看出俺们年轻人难来呢？她说你看现在这年轻人都不咋扔东西了。我说大娘你知足吧，俺们不跟你抢垃圾这就不错了。每天会去陌生宿舍要一些别人不要的纸箱子，但是发现这样去要不好，而且不方便，然后我们就去大街小胡同里捡，收获不少。有数据显示，中国每2个城镇就业者中就有1人是灵活就业。他们在网约、家政、外送领域灵活就业，在经济下行过程中掉进去容易出来难的困境。有网传影片，一位身穿美团外卖服的年轻人说，他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，2021年高考成绩660分考入北京大学，但从北大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工作，在家待了半年，整天睡不着觉，最后选择送外卖。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放缓，大学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。曾有人大代表鼓励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，但遭到外界质疑，吐槽这不就是就业不行，自由创业，没点家底拿啥创业？刚毕业的学生有钱创业，乡下啥也没有，创什么业？据官方数据，中国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预计为1270万人，比2025年再增加48万人。也就是说，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一直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，但官方却刻意掩饰真相。从2022年起，中国青年失业率大幅上升，2023年6月达到最高 21.3%。之后，官方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，直到2024年1月，经过调整，发布不包含在校生的城镇劳动力失业率。有学者指出，官方发布的失业率数据都是经过美化，真实比例远远高于官方数字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